请您教我制墨吧。陈娘，爷爷定旨明示，今后和墨不再有瓜葛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您只是发誓不再制墨，可没有说不能教人啊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多说无益。真娘，你就别跟你爷爷犟了。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，全都是因为这墨。你爹因墨而死，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，你和你哥又因这墨各自断送了姻缘和前程，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？没错，娘，咱们家跌落至此，皆是因为墨而起，所以，我更要用墨，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。挣回来？你拿什么去挣？你如何去挣？我劝你，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。我要腰板挺直的活着。制墨一事，真娘心已定。爷爷就算不教，我便上各家去学，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。真娘，你确定这样可行？可行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打听过了，各家磨坊都在招工，我得一个个都去试试。你打算去哪家磨坊？那自然去三爷爷那儿陈家磨坊了。哎呦，要是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先去，发现再说。再说了，若是被三爷爷发现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记住啊，你帮我瞒住娘，千万不能让她知道。娘要是发现了，非扒了我一层皮不可。哎，真娘，这是你杜姐姐新给我裁的衣裳，我还没穿过呢，你别给我穿坏了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哥，你记住了啊，瞒住娘啊！啊，走了。你小心点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倒墨，不许胡乱瞎跑，坏了规矩就走人。你去后面倒，好。你用这个锄倒。嗯。你们3个到那边去倒。师傅，这要倒多少下呀？青椒10万锄。哦。你只管好好倒，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。嗯。小林，把墨饼拿来，给他们分一下。三爷，最近新招了一个倒墨的小工，不过我瞧着是越看越像李八爷的孙女儿。人呢？那个就是，干活挺下力气，人瞧着也机灵。
这人留是不留啊？磨坊招工，能干活就留着，好，让他去验帮少爷。老八，咱老哥俩好久没在一起喝两盅了。来，你这突然请我吃酒，说，什么事儿？三哥怕你不吃磨门快了，陪你说说话。来，吃菜，来。你家真娘最近忙活成了？在水泊的石滩上上工，每天啊，早出晚归的。哦，你都看见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话快说嘛！老爸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我说了你不能急，你急我就不说了。那我不气，你说。你家真娘啊，这会儿在我磨坊里上工呢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？你看，说好了不急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瞅着真娘这丫头挺好啊。哎，人聪明，干活也卖力，应了那句老话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打小我就看他是个学墨的好苗子啊。呀，去！你儿子干什么我管不着，真娘不行。开始说了，急了，哎，到时候我教完你别后悔啊。陈老三，把真娘从你磨坊里赶走，不然咱们兄弟都没得做。哎，小的倔，老的更倔。见哪干都是干，只要能织墨，学好手艺就行。哎，曾大师傅，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，您瞧瞧。锤墨要的是力气，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果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制墨，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织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织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着丫头跟我走。干嘛？别碰我！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。这丫头竟女扮男装，混入我骆家磨坊，败坏祖业门风，实在有辱行业门楣。我今日方知，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。
大少爷，我伺候落寞多年，自然与骆家共荣辱。好一个共荣辱！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！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好了，既然是来文会辩理，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。胡会长，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制墨的规矩啊。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，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，如何作为约束？我曾听闻，这骆家姑姑骆梦真于墨氏有经世之才。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，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。我想请问曾大师傅，您在落墨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？既然用过，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，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，真是自相矛盾，忘恩负义。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，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。这忘恩负义啊，哎呀，说的是真好。我以为制墨讲的是天赋，制得出一方好墨，那管他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狗呢？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。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制墨，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？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，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？骆大少爷慎言，你拿我与他相比，我是墨业正统。何为正统？制得好墨那叫正统，治不得好墨，数典忘祖。你说说，李姑娘的墨制得如何？回大少爷，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。哎，一句实言。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，听大师傅说，雕版倒是不甚擅长，但十分刻苦。李姑娘，劳烦伸出左手。哎，没事，给他们看看。展开，高举，再高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，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全在那手上，仔细的看看。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，这手生了福气，也脱了老茧，生了新肉了吧？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，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制墨的口头规矩，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？只不过是我墨业有传男不传女一说。是，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，磨坊不能流入外姓。此前李家磨坊险些外泄，李珍姑娘当街退婚一事，想必两位都清楚吧？胡会长，我学墨跟李墨无半点干系，何来磨坊外传一说啊？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，我大不了发个誓，终身不嫁便是了。这，李姑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其实，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！啊！三爷，三爷，诸位，
那李老八到底是智墨五杰之首，他为徽墨出过不少力。纵然不知墨久矣，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。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，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。不若如此，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。她已经惜墨有些时日了，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。到时候，大家伙一同瞧一瞧，评一评。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，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。哈哈，三爷言之有理。甄姑娘，你可愿意？女扮男装，混进各大磨坊，真是丢死人了！你这个当哥哥的，怎么也不拦着？你真是长本事了，你越来越长本事了你！哎呀，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你！甄娘那么做，也是想学墨多赚点钱，为了咱家嘛。咱们家还不用靠他赚钱养活。娘，您就让甄娘做吧。要真是最后没做成，她也不会怨咱。如果咱们拦着她，她一生气，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，反倒是不好的。你说李家这个丫头吧，她竟然不知羞耻，要跑到磨坊去上工，动静还闹得那么大，害得同行们都笑话我。华儿，啊，你下来，爹跟你说点事儿。哦。坐吧。花儿，以后啊，不要跟李家那个疯丫头再来往了。女子的名声啊很重要。再说，爹跟你说了一门婚事，你就好好待在家里，啊，不要因为她把这事给黄了。婚事？爹，娘，我怎么不知定了婚事？不知道就对了。自古啊，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，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爹，那骆大少爷什么脾气，您比我清楚。况且他早就有过妻妾，女儿不想嫁给他。不想嫁也得嫁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跟着李家姑娘待的时间长了，才能说出这种不孝敬父母的话。娘，女儿还不想离开爹娘，况且我从未与那骆大少爷相处过，我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一个陌生人。听听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这是？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你跟他好好说，他会明白的。你闭嘴，就知道娇惯孩子。你看看咱们田家这3个孩子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为了我们田家，就好好在家待着。你胆敢有李珍那种想法，想退婚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老爷，一群没用的东西！